工业克苏鲁是什么意思？就这么说吧，老婆某宝买了5块进口牛排，商家送了口煎牛排的锅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补锅匠这个职业一直到本世纪初还有。就在20几年前，锅碗瓢盆乃至水缸大瓮，破了砸了都要拿居定补起来继续用，因为买新的太贵了。阿根廷卖出5块牛排，不一定能挣回这口锅，有种当年游牧民族5只羊换1口锅的既视感。以前草原上的英雄好汉，1口锅能传3代，人走锅还在。这是中原王朝愿意卖的情况下的价格，赶上不愿意卖的时候，10只羊都换不来1口铁锅。为什么中国的锅变得这么便宜了？看一组数字就懂了。1949年，咱们全年发电43亿度，这个数字差不多是今天单日发电量的1/6。发电量现在依然狂飙猛进，每年新增半个日本1个法国的发电量。网上有人说，让东大拿出钢铁1半的产能支持哈马斯，很多人对这个1半没有概念，打个比方就懂了。这些钢铁能给以色列加个盖儿，就是字面意思的加一个盖儿，物理意义上的铁穹。恐怖的发电量养成了史无前例的工业克鲁苏，让中国在今天的世界贸易中开启收破烂的模式，再穷都可以和中国做生意，什么都可以拿来支付。没钱，矿也行，煤矿、木材也可以，哪怕种地的肥料都照收不误，无论收到什么都可以拿回来做成工业品，吞噬一切原材料，售卖一切工业成品，所有高科技产品统统白菜化。很多奇观在中国出现了，超市里买方便面送玻璃碗，我家橱柜里的碗不说10个吧，至少7、8个带有方便面 logo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面条成本比玻璃碗高，能进嘴的面条怎么做也有点成本，有时候玻璃碗的玻璃甚至没成本，因为玻璃厂为了不停炉，玻璃白送，哪怕贴点都行。很多老年人会为了这个玻璃碗买一堆根本不吃不用的东西，他们吃过苦，潜意识里认为碗比方便面贵。知道一次性打火机吧？那玩意在以前算奢侈品，朋友在美国沃尔玛买法国生产的，2个15刀。少东现在把打火机产业包圆了，有些狠人直接负利润出货，靠机身上面的广告赚钱。国内这玩意基本实现了按需分配，不需要花钱，买烟直接找老板要。现在中国网上有了真正的零元购，不要钱还免运费，1块钱包邮，好评返现1块，水杯手表啥都有。每次看到有人拿中国不涨工资来论证生活水平没进步就想笑。某多上买过6分钱1条的航空毛毯，飞机上用的那种，一模一样。100个独立包装的口罩，包邮才25块钱，5块多的纯白 T 恤遍地都是，领口甚至是螺纹织，这些东西在国外都非常贵。小钟游记视频里说过，非洲厄立特里亚一支牙膏165，因为自己不能生产，纯进口。20几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，让人想起了1950年，我们把15国联军推过了3八线。仅6年以前，国军还在玉香桂大溃败，14年以后，中国飘起了第一朵自己的蘑菇云，未来可期，让我们胸怀壮志，携手前行。